父皇让我从探花郎和小将军中选驸马时，空中出现了许多奇怪的字。公主肯定想不到2个准驸马才是一对。探花郎裴义是女扮男装，裴义真是美强惨大女主，可惜后来在大婚夜被揭穿女儿身，因欺君之罪差点死掉。公主还嫉妒小将军深爱她，屡次陷害。如果不是裴义成了女相，周国早完了。搞不懂公主为啥要辞境，就不能帮帮女主吗？帮她？犹豫片刻，我把选定的将军驸马换成了探花郎。我听劝，帮他保守秘密，扫清障碍。大婚夜，我醉了酒，用力拍他肩膀。阿义，我很崇拜你这种女子，真正的大女主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裴义解腰带的手一顿，雌雄莫辨的脸上神色晦暗。公主说：“臣是女子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那些奇怪的字突然出现在眼前时，我刚落笔写下谢承云3个字作为驸马人选。公主你糊涂啊，谢承云只是把你当妹妹啊。是啊，他真正欣赏的是裴义那种有勇有谋、心怀天下、胸中有沟壑的大女主啊。我记得剧情是，公主这个恶毒女配选了谢将军做驸马，但小将军宁死不从，远赴边疆，再也没回来。后来他发现谢将军恋慕裴义后，还疯狂辞境，陷害女主。可女主非但没报复公主，还以一己之力让她免于被送去和亲。心疼女主，同为女人，女配就不能帮帮她吗？什么？他俩才是一对？啪嗒一声，我手里的羊毫笔掉在紫檀木桌上，又滚落到地上，留下一串墨痕。我目光惊疑不定地从殿前的2道颀长挺拔的身影上掠过。裴义眉眼屹立，神色平静，而谢承云剑眉微蹙，垂下的手紧攥着衣袖。我忍不住望向他，他却微微偏了头，眼神闪烁，好像当真不想做这个驸马。谢家世代将才，威震边关。谢承云自幼便随父出入军营，在黄沙里摔打长大，桀骜不驯，世家子弟没几个不怕他那身煞气。可偏偏是他忍得了我这全京城闻名的刁蛮任性。幼时我把他的兵书泼上墨汁，追着他非要在他脸上画乌龟，他从来都只无奈笑笑，从不同我计较。谢承云从未许诺过我什么，我却早已认定了这个驸马。可似乎一切并不是我以为的那样，我竟然是活在大女主画本里的恶毒女配，死缠烂打根本不喜欢我的谢承云，甚至因为嫉妒，险些害死了千古第一女相女主裴义。我咬了咬嘴唇，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宁保洛呀，宁保洛，平时任性妄为，唯我独尊也就算了，你堂堂公主怎么能成为一个为了男人害人的恶毒公主呢？害的还是你未来的救命恩人。使劲摇了摇头，我决定听从那些怪字的劝告，同为女子，互帮互助。怪字仿佛料到我心中所想，闪烁起来。要是裴义成婚后没有被人发现女子之身就好了。是啊，可惜他被赐婚给了丞相家的女儿，大婚当天被相府小姐揭穿是女儿身，因欺君之罪入狱，九死一生，落下了病根。尽管后来成为了女相，还是没多久就因病去世了。我眨了眨眼，突然想到，只要我牺牲自己，同裴义成亲，帮他打掩护，他就不会被人发现秘密了。我迅速在谢承云的名字上画了个大大的王八，把纸团成一团，重新写下了裴义的名字。父皇意外的表情只在脸上停留了一瞬，他喝了口茶，冲我淡淡开口：“保洛，你是朕最宝贝的女儿，自幼捧在手心里长大，朕给你后悔的机会。3个月内，你随时可以换掉这个人选。”刚出殿门，就被谢承云拉住了袖角，他蹙着眉，薄唇紧抿：“保洛，告诉陛下，换掉驸马人选。”还沉浸在做了善事的喜悦中的我愣住了。我宁保洛做了决定，从不反悔。为什么要换？我懵了一瞬，不服气地挣开他的手。殿下，婚事并非儿戏，臣只想做征战沙场的谢承云，不想做公主府里的驸马。谢承云抚着眉心，叹了口气，仿佛我是胡闹的稚童一般。更何况我对殿下为君臣之义，
无男女之情，请殿下放过臣吧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他笃定我写了他的名字，原来他当真不想娶我。我忍着眼泪，指着他鼻子破口大骂：本公主哪里配不上你了？谢承云，你个王八蛋，不喜欢我你不早说，我亲手做的杏仁酥、荷包，你不也全收了？谢承云脸色也难看起来，殿下这样的脾气谁受得了？恐怕臣忍得了一时，忍不了一世。他冷笑一声，从金袖里扯出了个鸳鸯荷包，丢在了地上。这荷包丑便算了，里头还夹着绣花针，险些把我扎成筛子，臣当真是无福消受。我气得红了眼，刚要反驳，一只冷白修长、骨节分明的手却先一步将荷包捡了起来，轻轻拂去沾染的灰尘。公主的荷包分明绣得很好，裴义的声音如清泉击石，带着清润的凉意。更何况这份心意非同寻常。我睁大了眼睛，不愧是女主，乌发如墨，衬得肤色冷白，唇色不点珠。离近了看，更觉她好看得惊心动魄。人也这么好，还特地替我解围。你喜欢就拿走吧，送给你。我干巴巴地回道。谢承云的脸色霎时冷了。殿下的荷包岂可随便给些阿猫阿狗？他说着便伸手去夺，可裴义微微错身，先他一步把荷包放进了怀里。臣谢过殿下了。面对这般嘲讽，他也不气，唇角仍是微微勾着。那些怪字又出现了。小将军怎么这样对女主说话啊？就是为了个女配的荷包，对女主撒什么气？不怪小将军，女主就不该拿走那个恶毒女配的破荷包，晦气。有没有可能裴义拿走荷包只是想学习一下？毕竟是女孩子嘛，都想给心上人绣一个的。我恍然点头，旋即大方拍了拍裴义，没关系，改天我教你绣就是了，到时候你便可以赠与心仪之人。裴义脸上笑意似乎僵了一瞬，眼神变得有些古怪。谢承云更是有些茫然，而我满意的离开了。那天以后，我习惯了听从天上黑字的劝告。他们可怜裴义自幼被父亲武士文卖给人牙子，遭毒打虐待，无亲无故，我便隔三差五唤他陪我赏花踏春，不让他落单。他们说裴义年幼时同野狗抢食，吃不饱饭，身子不好，我就让小厨房日日烹制利于女子的大补之物作为药膳，邀他品尝。他们还说礼部侍郎之子曾屡次言与羞辱出身低微的裴义，我当即找了个不敬皇室的由头，打了那纨绔30板子。等我自认为称得上裴义半个闺中密友之时，他也学会绣荷包了。4月15，春猎大典，刚进围场，我就偷偷溜去了裴义身边。哎，你这荷包绣的怎么比我还好啊？我翻来覆去摆弄手里的荷包，忍不住感叹，不愧是大女主，做什么都这么厉害。你收好，日后记得送给心悦之人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这么好的荷包，真是便宜谢承云那个王八蛋了。我颇为不舍地把荷包递回给裴义，他却没有接。臣想送给殿下。他声音很轻，耳朵泛着薄红。给我。我愣了几秒后，恍然大悟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感激我的倾囊相授。裴义已经把我当好姐妹了。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杏仁酥，亲昵地拉着他的手，打算递给他作为谢礼。不远处却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裴大人，殿下金枝玉叶，你身为臣子，如此逾矩，实在有失体统。谢承云从转角处现身，身后跟着一众仆从。他神色冷峻，不由分说将我拉到身后，压低声音：即便殿下对我不满，也不该故意亲近裴义，此人城府极深，你不该利用他来同我赌气。杏仁酥也别做了，太腻了，我不喜欢。殿下不如多花时间读读书。眼前的怪字突然多了起来，真无语，还以为公主是改邪归正了，没想到还是那个姓袁脑。我就说他怎么无缘无故对女主那么好，原来是想利用女主，想让男主吃醋。看到他们这样的揣测，我一时倍感委屈，脱口而出：我没有，杏仁酥是我给裴义做的，我早决定不选你做驸马了。
可谢承云的脸上却没出现我预料中的惊喜，他向来凌厉的眼里有一瞬间的复杂，又很快露出了个带着冷意的笑。殿下是在戏弄臣吗？陛下南巡，半月未归，何曾召见过殿下？若是殿下当真换了人选，又为何不公之于众呢？您身为公主，纵使再任性，也要时刻谨记，您代表的是皇家颜面，怎可谎话连篇？说罢，他翻身上马，扬长而去。我想冲上去辩解，裴义却轻轻拉住我的手腕，体贴道：殿下莫要为不值得的人伤心。杏仁酥很好吃，是谢将军不解风情了，不过以他的出身，一身傲骨，脾气大些也正常。不像臣，孤苦无依，无人在意，从来没有人送过臣这些。若臣能得殿下亲眼，放弃抱负又如何？他微微苦笑。不过我这样低贱的出身是万不可奢望的。他垂着眼睫，眼神黯然，仿佛风一吹就会消散在天地间。是啊，裴义身为女子，无父无母，一路拜师科举，走到如今，本就不易。虽是探花，可世家子弟人人瞧她不起。如今顾忌我的身份，连同我深交都成了不可奢望。我心疼得红了眼眶。裴义，其实我选了你做驸马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我发誓，你想要的都会得到。裴义愣了一瞬，眼里掠过一丝光亮。他似乎不敢相信，声音轻颤：殿下金口玉言，一言为定。我重重点头。临近日暮，我本想找个借口早早离开围场，那些怪字却又一次出现了。为什么男主看到公主和裴义亲密后，一整天脸色都那么差啊？天塌了，男主不会真的有点喜欢公主吧？别急别急，就是这次围猎会有刺客出现，女主和男主一同坠崖，受了重伤，九死一生。谢将军给女主上药时，会发现女主是女子之身，就开始对她疯狂心动了。我心中一惊，急忙叫了暗卫，匆匆策马去深林处寻裴义。见我此举，怪字很是不满，这个恋爱脑又去找谢承云了。晦气，这可是重头感情戏，感情升温最快的一集，小公主，求你别打扰他们了。好歹也是公主，别这么不知前行吗？可这次我没有听，我想开了。裴义与我情同姐妹，我才不要他冒着生命危险和这个薄情寡义的谢承云培养感情。我愤愤地挥着马鞭，男人而已，大不了我多养几个面首分给他。山路崎岖，很快马儿就无法通过了。我靠着双腿，跌跌撞撞地爬到山崖边，找到了受伤昏迷的裴义。一旁的谢承云正想扒开裴义的衣衫检查伤口，看到我，他怔愣一瞬，眼神微动。你怎么来了？还把自己弄成这样？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浑身草屑，手臂还有被树杈划伤的血迹。17岁以来，我第一次这般狼狈不堪。谢承云喉结动了动，声音沙哑滞涩：殿下向来骄纵，我从未想过你能为我如此冒险。明日我会启程回北疆，殿下待我这般情深，抱歉，成亲之事我答应你重新考虑，殿下且待我归来再议。怪字好像疯了，不要啊！你记住，你是我们大女主的男人啊！贤内助你在做什么？都怪这个公主坏我们裴义好事。只有我觉得公主是真想和裴义成婚吗？不会是拉子吧？惊恐，我没仔细看，也懒得同谢承云废话，让人把裴义背上便转身离开。只是为什么扶着裴义的时候感觉他格外的沉？还有他胸前怎么硬邦邦的？谢承云没有骗我，一人谋划刺杀不成，频频来犯。他连夜赶赴北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我的选择自然也不会有变。大婚夜，盏盏宫灯引路，10里红妆映透半城红。凤鸾稳稳停在公主府，我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因为我知道剧情已经改变了。裴义不会再被扔进诏狱受酷刑，不会任人宰割，不会落下病根早早离世。我挽着裴义的手，一杯接着一杯喝着合卺酒，没过多久就有些醉了，脸上泛着红。我用力拍着裴义肩膀，
忍不住说漏了心里话。阿姨，我真的很崇拜你这种女子，心怀天下，有勇有谋，不比男子差半分。而且你从来不会觉得我骄纵任性，脾气好，又聪明，我好喜欢你。他们说的对，同为女子，本就该互帮互助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，帮你成为千古第一女相。就该让他们瞧瞧，我们女人也能入朝为官。可我没想到，裴义的笑意凝固在了唇角，解腰带的手也微微顿住，红烛轻晃，那张摄人心魄的脸上神色晦暗不明。半晌，他以一种难以言喻的语气缓缓开口：“是谁告诉殿下，臣是女子？阿姨，在我面前，你就不用再演了。”我扑哧笑了，用手紧紧勾住他的脖颈，整个人没骨头似的挂在他身上。我都知道的，知道你幼时被父亲卖了，险些饿死在破庙，无依无靠，只能扮成男人，拜师科考，入朝为官。没关系的，都过去了。我口齿不清地安慰着，你可是他们口中的大女主啊，以后会成为女相，保护周国，保护我的。有你这样的姐妹，我特别骄傲，与有荣焉。真的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我同为女子才帮你的，所以我教你绣荷包，每个月都给你煮红糖阿胶汤补身体。我掰着手指头数，我特地请了老师同我讲朝堂局势，天下风云，就是为了能帮你清理阻碍，还找了旧家的人，提醒父皇启用身后没有世家支持的你制衡尹贵妃和尹家，他才特赦你上公主后还可继续为官。对了，我还让婢女偷偷给你送过月事带呢。你放心，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，除了让你和谢承云亲近，他配不上你。要我说，不如我在公主府多养几个面首，你我姐妹同乐，岂不快活？说完，我自顾自嘿嘿笑了起来。可是为什么裴义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呢？那张俊美无愁的脸一阵青一阵红，眼神更是古怪至极。须臾，他艰难开口：“殿下弄错了，臣是男人，怎么还在骗我？难道他没有真的把我当成可以交换秘密的姐妹？”想到这种可能性，我一阵心慌。喝了酒的脑子本就迟钝，情急之下，我伸出双手，胡乱在裴义胸前摸索，又握着他的手往自己胸前拉扯。我们明明就是同为女子啊！裴义手臂僵了一瞬，白皙的脸又泛起了红。我嘟囔着：“不信你看，我们这里都是软的，一样。”等等，不对，老天爷，怎么会有胸这么硬的女人啊？我猛地缩回手，酒意醒了大半，手足无措地愣在了原地。我只能拼命寻找着能指引我的那些怪字。可是此时此刻，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，那些成日乱窜横行霸道的怪字竟然全都消失了。我欲哭无泪，只觉裴义那张雌雄莫辨的脸上裂痕似乎更深了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捉住我方才作乱的手腕，放在他脖颈上。那滚烫的是喉结。我震惊地睁大了双眼，想把手抽回来，可裴义却没放手，眼眸幽深，声音阴哑：“看来殿下证明不了臣是女子，但臣却有很多方法能证明自己是个男人。”他握着我的手，缓缓向下，慢条斯理地去解开堪堪挂着的腰带，隔着层薄薄的喜服，仍能感受到他净瘦的腰身和肌理分明的轮廓。玉带勾应声而解，裴义却仍禁锢着我的手腕。再往下，我惊喘一声，用尽全身力气猛地抽回手，仿佛被无形的火焰灼伤。慌乱间，似乎听到他压抑地闷哼了一声，不知是吃痛还是别的什么。我头垂得低低的，不敢看他，脸色比喜帕还红。我醉了，要先睡了，有什么事明早再说。我思绪混乱，只凭本能抢在裴义之前开口。说完，我躺在榻上闭着眼，死死抱着被子，连呼吸都屏住了。半梦半醒间，我似乎听见裴义低低笑了一声，本以为会一夜无眠，哪知在睁眼，竟然已是天光大亮。裴义早已衣冠齐整，静坐案前批阅文书。昨夜种种思绪回笼，我愣愣地盯着裴义，期望一觉醒来，
一切回归正轨，我们还是好姐妹。可裴义似乎料到我心中所想，他割下朱笔，叹了口气，无奈开口：殿下，酒可醒了。臣确实是男人，那些同窗同僚，人尽皆知，臣没有女扮男装，更没有心悦谢小将军。女相之说，臣更是闻所未闻。见我沉默不语，他垂眸苦笑，鸦羽般的眼睫微微颤动。怪不得殿下会对我那样好，送我点心，为我出头，甚至舍身救我，原来竟是误会一场。这么多年来，从没有人像殿下这般待我，臣已然感激不尽，不该抱有任何奢望的。像我这样什么都不曾拥有过的卑贱之人，怎么配得到殿下的爱呢？只能怪臣自己不争气，不是女子之身。他顿了顿，声音微哑，糅杂着自嘲与一丝落寞。没事的，即便殿下食言也没关系。如果殿下不要我，大不了我向陛下自请下堂，再劝劝谢小将军莫要任性，尽快回来上公主便是。看着他暗淡的眼神，我不知怎么有些慌乱，脱口而出：我没不要你。男的，男的也行。男的就男的吧，爹妈生的，也不是你的错。事已至此，你也变不成女子了，凑合过吧，还能和离吗？你来都来了，反正比谢承云那个王八蛋强多了。我胡言乱语半天，越说越觉得自己没选错。裴义虽不是女子，可我心疼她遭受的苦难都是真的。她性情坚韧，胸怀天下也是真的。更重要的是，长得俊美又待我极好。没想到我失去了一个好姐妹，却收获了一个真驸马，也不知是亏了还是赚了。我拧着帕子沉思，没注意到裴义狭长凤眸里闪过惩般的浅浅笑意，没半点方才的苦涩。穿戴整齐后，我同裴义一同前去乾元殿向父皇谢恩。刚下銮舆，听得身后有甲胄颠簸声传来，一转头竟遇到了还朝述职的谢承云。他身上带着塞外的风沙气，看上去消瘦了些，风尘仆仆，行色匆匆，手里却提着一盒精致的点心，像是我平时爱吃的那家。见到我的瞬间，谢承云身形顿住，他手指微僵，食盒砰地坠地，漂亮的糕点四散滚落，沾满了灰尘泥土。3月不见，殿下成婚了。他声音微颤，似乎迫切地想听我解释。我一手挽着裴义，一手不自觉地抚了抚头上梳成的妇人发髻。裴义先一步开了口：是，殿下已与我成婚。谢小将军，你该行礼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同谢承云情谊颇深，从未让他对我行礼。可今日我并未阻拦。谢承云脸上的血色寸寸褪去，哑声开口：保罗，为什么没等我回来？你是和我赌气吗？之前都是我不好，你别怪我。周围的侍卫都屏住了呼吸，谁不知道谢承云的傲气，如今竟肯这样低头。谢将军，这不是赌气。我轻哼一声，你不是说对我只有君臣之意吗？何必再说这些？谢承云眼神骤然暗淡，寂灭。我后悔了，是我从前太过自负，觉得公主娇贵任性，成了驸马便要一辈子侍候谢家将门世家，我不想抬不起头。我不愿被困在京中，也不愿放弃北疆的草原。他顿了顿，声音很轻，可我未曾想过，记忆里那个被娇惯坏了的小公主早已变了样。最不爱念书的她开始学习朝堂之事，关心黎民天下。连手上长个倒刺都要哭闹的她，最爱美的她，也能为救我忍着浑身草叶，流血不止。只可惜这些我花了3个月才想清楚，是我回来的太晚了。看着谢承云紧绷的下颌，我突然觉得没什么意思，摇了摇头，直言道：你说你没想清楚，其实年幼的我又何尝不是呢？我只喜欢你能忍受我的脾气，却从未想过你只是把我当成胡闹稚童，又碍于我的身份不敢有怨言。还有，学习朝堂之事是为了裴义，围猎那日我也是去救裴义的。裴义和你不一样，他很好。话音落下，谢承云的脸色彻底白了，眼眶也红了一圈。我拉着裴义转身离开，谢承云下意识伸出手拽我衣袖，裴义拦住他，淡淡道：
殿下金枝玉叶，你身为臣子，不可逾矩。围猎那日，谢承云讽刺的话被他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。看不出来，一贯温和善良的裴义还挺记仇的。我早该想到的。他每次同谢承云见面都针锋相对，水火不容。他们俩怎么会是一对呢？真是脑子坏掉了，才听信那些怪子的话。刚腹诽完，该死的怪字就又出现在了眼前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公主怎么真嫁给裴义了？好像是我们误会他了。裴义怎么好像真的是男人？我好好的一个大女主呢，官配竟然变情敌，我是真没招了。等等，我好像发现问题所在了。你们是在正版软件上看的文吗？没有啊，正版要我充值9.9会员，我就随便找了个盗文。老天爷，盗版和原文不一样，好像是 AI 续写的。原文里小公主是女主，谢承云是那个追妻火葬场的渣男。可是我去翻了原文，小公主不是在被谢承云虐身虐心后才同谢承云和离吗？也和眼前的世界对不上啊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看见了我们发的弹幕，还把裴义当女人了？想象了一下，也太尴尬了吧。我不中了，我对不起小公主，呜呜。看着铺天盖地的道歉，我总算隐约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。盗版画本害人不浅，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中清静。裴义每日不是在当值，就是在陪我。他不像谢承云总嫌我耽于玩乐，斗鸟养鱼，逛街赏灯，他都乐于奉陪。读书写字，天下大事，他更是悉心教导。一转眼就入了冬，我终于忍不住同裴义说了这误会的来龙去脉。就是这样，都怪我太笨了。我摸着鼻子小声说道，本以为他会笑我，他却轻轻帮我拢了拢碎发，认真道，殿下这是善良，所以才会费尽心机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甚至甘愿搭上自己的婚事。我吸了吸鼻子，突然意识到，无论裴义是男是女，喜欢上他是再容易不过的事。这么想着，我也说出了口，裴义，我对你的姐妹情好像变质了。外面雪下的大，簌簌落在窗棂。我把脑袋埋在裴义颈窝，嗅着他身上清冽的皂角味道，闷闷地说，我好像喜欢你了。裴义愣了愣，笑了起来，胸腔的震动顺着衣襟传过来。他伸手将我抱得更紧些，有些不怀好意地开口，殿下金口玉言，说了喜欢臣，就是要同臣做真夫妻的意思，不能反悔的。我被暖炉熏得晕乎乎，没有细想就点了头。下一秒，他的呼吸拂过我额前，带着清冽气息的吻悄然落下。很快，我听见玉带钩再次落地的轻响，重重帷幔上，烛影剧烈晃动颠簸，汹涌的浪潮冲刷成一片混沌的暖意。红烛燃到3更时才渐渐平息，我浑身酸软，手指都抬不起，这才后知后觉听懂裴义说的那句真夫妻的意思。殿下现在可确信臣是男人了？裴义声音带着咽足后的慵懒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促狭。还会想养面首吗？我没回话，愤愤地咬了他一口。日子过得快，临近年关的时候，出了件大事。贵妃不到1岁的小儿子夭折了。父皇继位前中过寒毒，子嗣稀少，唯有这一个皇子，如今也没了。听到消息的我半晌没缓过神来。是人为。裴义平静地说道，5大世家中，贵妃母家尹家独大，又得了皇子，恐怕是其他世家所为。虽然这个弟弟我不过见了寥寥几面，可心中却泛起一阵惊惧。一条性命就这样在权力斗争中被碾碎。又过了几日，朝堂之争也愈演愈烈，倾轧之下，连舅父一家都一退再退，父皇竟无人可用。兜兜转转，裴义还是同原文一样成了丞相。除夕夜，父皇因思虑过重，一病不起，储君空悬，群臣无首，朝中不稳，北疆也受了牵连，粮草短缺，频频战败。老臣们纷纷提议宋公主和亲，同蛮夷交好。一切如话本里说的那样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作为父皇唯一的女儿，我已经成了亲。他们只得仿效前朝旧例，从宗室女中择选公主。被选中的是安王府的静淑县主，一个才及笄，
怯生生唤过我保罗姐姐的小姑娘。内侍说静书得了消息当晚，便叫人拿了白绫，险些丧命。好在最后裴义力排众议，强硬驳斥了和亲的提议，保下了静书。可我心里却仍像压了块石头。凭什么？我红着眼将手中的青玉茶盏灌在桌上，重重一声响。我们身为女子，就只能沦为棋子吗？要么困在后宅相夫教子，要么当作物件送去蛮荒之地。父皇呕心沥血，你身为丞相殚精竭虑，难道就为了保住这样一个视女子如草芥的朝廷？我忍不住哽咽。裴义，你能救得了一个静书，可还会有千千万万的静书。如果怪字所谓的女相救国根本不存在，是不是话本里说的女子能读书，能做官，公主不必随意被送去和亲的盛世也将不复存在？你教我读史书，可满眼都是男子封侯拜相，若当真有一个千古女相，该多好。裴义半跪下来，擦了擦我的眼泪，稳稳握住我的手。他直直看着我，一字一句：没有女相，但未尝不可有女帝。女帝这两个字瞬间惊得我脑中一片空白。不可！我下意识摇头。我未曾学过那些治国之道，更不懂政事。和3岁稚童比起来呢？裴义轻声问道。世家要拥立年仅3岁的平南王之子。他平铺直叙，字字清晰。稚子无知，连公主1/1000都不如。若他继位，朝野必将动荡，天下大乱也未可知。保罗总觉得自己娇惯任性，可你读书时却能忘却饥饱。江南水患，你不休不眠地同我讨论了整夜。围场那日，为救我更是不惧危险，英勇飒爽。公主虽未学过治国之道，却善良勇敢，能秉恻隐之心，知晓黎民之艰辛。更何况保罗，你还有我，我会永远竭尽所能帮你，就如你曾经对我那般。沉默一瞬，我意识到他没说错。与其把举国命运全盘交出，任人宰割，不如把握在自己手里。那位大女主千古女相不存在，可大周公主宁保洛却实打实的活着。我自幼受黎民百姓供养，绫罗绸缎，锦衣玉食，如今自该站上风口浪尖。话本中像裴义那样办女学，修律法，救周国于水火。就在此时，那些许久未见的怪子竟然又出现在了眼前，一排排疯狂滚动。你们快来看啊，我们小公主要当女帝了，女人中的女人。爱看的大女主回来了，姐妹们把支持打在公屏上。小公主别怕，你不是能看到弹幕吗？你只管安心登基，其他的我们会帮你的。火药、船舶、水利、武器制造，我们都略懂1、2。看着一排排的支持，我忍不住喃喃：谢谢，素未谋面的姐妹们，谢谢。1年后，父皇病重那天，雪下得很大。我到的时候，他艰难地睁开浑浊的眼，气若游丝，交代我：保罗来了。宗室子登基后，贵妃会同我殉葬。若是世家不容你和裴义，你们便去封地守着吧，莫要待在京城。我沉默几秒，问道：父皇既知他们不容，为何不传位于我，总好过3岁小儿？他双目睁大，呕出一口血，指着我鼻子大骂：胡闹！你是女子，你眼里可还有尊卑礼法？你若称帝，这天下姓名还是姓裴？纵然早有所料，我心中还是微微一审。我知道，这个从小对我有求必应的父皇，即便再疼我，也会毫不犹豫地同意送我和亲。就像他再深爱贵妃，也会让她陪葬。这样的他，怎么会容忍我一个女子成为储君呢？幸好我早有准备，在她驾崩前，我握着她的手，一字一句地拓下了新的遗诏。暮色4合时，我拿着遗诏站在了殿前，看着底下跪着的文武百官，手心一层薄汗。裴义站在我身边，低声道：别怕，臣在。内侍刚宣读完我继位的旨意，平南王就打着清君侧的名号，带兵闯入。他冲我大喝：你身为女子，却受裴义蛊惑，意图篡位，该当何罪？此时谢承云的援军也刚好赶到，残阳如血，漫过他身后的重重银甲，在雪地里映着光。裴义站在我身侧，
清俊的脸上同我一样波澜不惊。1个月前，我们传密信给谢承云时，就早知他踏破冰河，为国为我而来。谢承云满身风雪，勒住马缰，朗声道：“明玉公主乃是名正言顺奉旨继位，谁敢抗旨？”平南王白了脸色。谢承云环视一圈，见无人应声，撩起战袍下摆，单膝重重跪地：“臣谢承云，奉先帝遗旨，护我大周山河。今陛下驾崩，臣协定北军回京，誓死拥立新储，承继大统，登基为帝。”他抬起头，目光灼灼，越过裴义，仰望着我，眼里有钦佩和释然。身后上万定北军震声高呼：“愿为陛下手中利剑，荡平四野，万死不辞。”登基大典那天，飞雪待春风。我穿着地服，一步步走上汉白玉阶。裴义同在殿下率领百官跪拜，静姝混在宫女里，冲我笑得露出小虎牙。远处的黑字若隐若现，也在替我高兴。小公主登基了，这算不算隐藏结局啊？我们最娇气的小公主，这1年里不分昼夜地读了多少书，老师都找了5个，还去了一趟军中，吃了不少苦，真的累受了好多，心疼，但为你骄傲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小公主说她崇拜的是胸中有沟壑、心怀天下的女相裴义，如今她自己也长成这样了，为她高兴。保罗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为你高兴。5年后，景明5年冬，大周和清海晏，安稳繁华，世风开放，各州府都开设了女学，陆续有女子读书科考，江南还出了个女探花，虽未成气候，却像初春的新绿，在冻土上正出了芽。谢承云早已回了北疆，留下信笺给我，说要为国守好边关。而裴义则在我坐稳帝位后，主动请辞了丞相之职。他说，臣若久居高位，难免引人非议外戚专权，后人也可能因陛下是女子，把陛下功绩算在我的头上。我知他心意，欣然应允了。此后，他每日等我下朝，陪我用膳玩乐，倒像回到了刚成婚时的日子。又过了几年，谢承云封了定北侯，可还是未曾娶妻。只是偶然听得他醉了酒，曾同人痴痴念叨：“曾见明月高悬映宫墙，宝珠琳琅夺天光。此后山川失色，唯故人难忘。”裴义听闻这事时，正替我揉着酸胀的肩。他面无表情地讽刺道：“这京中明月压根照不到3000里外的北疆，他倒是难忘上了。”我扑哧笑出声：“裴大人，朕的好皇夫，真是好度量，相隔几千里的醋也能隔空吃上。若朕在那几个南非，你岂不是要把自己都泡成酸的？”裴义凤眸眯了眯，伸手将我揽进怀里，滚进如云般柔软的锦被中。陛下有这样的想法，那臣岂不是该多努力了？窗外雪落无声，飘飘扬扬，屋里炭火噼啪，一夜荒唐。明月爬上梢头，映着山河安稳，锦绣人间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